紫渊嘴角上扬，露出一抹自信的笑容。陈道友有所不知，我神国的修炼之法与学识相辅相成，在读书明理的过程中，对天地灵力的感悟也会更加深刻，修炼起来事半功倍。再者，神国的学府中也设有修炼场地，学子们劳逸结合，实力自然不容小觑。就在这时，学府内的钟声响起，一群学子鱼贯而出，朝着修炼场的方向走去。陈平目光一闪，提议道：“紫姑娘，既然如此，不知能否让我见识一下神国学子的修炼风采？”紫渊心中虽有些疑虑，但又不想在陈平面前失了气度，便点头应允：“也好，陈道友请随我来。”两人来到修炼场，只见场中数十名学子正各自施展神通，有的周身环绕着金色神纹，操控着灵力化作利刃，斩向虚空；有的口中念念有词，召唤出空间之力，掀起一阵狂风。他们的招式行云流水，配合默契，显然经过了长时间的训练。陈平表面上一脸惊叹，心中却在暗自分析，这些学子的实力在同阶中确实不俗，但战斗方式过于刻板，缺乏灵活性。若是遇到实力相当却手段诡异的对手，恐怕难以应对。他一边观察，一边不着痕迹地与紫渊交谈，试图从他的话语中套出更多关于神国的信息，尤其是与雷音中被盗案相关的线索。然而紫渊似乎早有防备，言语间始终滴水不漏，让陈平一时难以突破。这时，一名男学子望了这边一眼，随后径直地走了过来。那名男学子身着锦蓝色学袍，腰间配着一枚刻有魏字的玉佩，面容俊朗，却带着几分倨傲。他看到与紫渊并肩而立的陈平，眉头当即皱起，先是对着紫渊拱手行礼，声音温和：“紫渊大人，您怎么会来修炼场？”说话间，他的目光却如利剑般扫过陈平，带着毫不掩饰的审视与敌意，仿佛在打量什么不入流的东西。紫渊淡淡一笑，介绍道：“这位是陈平道友，刚从五重天来神都，我带他参观学府。这位是魏大人的公子魏峰。”魏峰听到五重天三个字，眼中的轻蔑更甚，敷衍地朝陈平点了点头，语气带着施舍般的客气。原来是五重天来的道友，难怪看着面生。只是这学府乃神国圣地，可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参观的。他显然没把地仙境一品的陈平放在眼里，尤其对方还是低等世界来的人族修士。紫渊似笑非笑地看着两人，没有插话，显然乐于见到魏峰给陈平施压。魏峰见紫渊没有阻止，胆子更大了些，故意扬高声音：“陈道友，我看你对学府似乎很感兴趣，不过我得提醒你，我神国学府传授的可是上古传承的精妙学识，涉及天地法则、神魂奥秘，可不是你们五重天那些粗浅法门能比的。恐怕就算让你留在学府，这些知识你也未必能理解分毫。”这话既是炫耀，也是赤裸裸的羞辱。周围的学子听到动静，纷纷停下修炼，好奇地围了过来，目光在三人之间流转，不少人脸上都带着看好戏的神色。陈平却毫不在意地笑了笑，语气平淡：“魏公子这话可就错了，学问之道在于实用，而非故作高深。我刚才在藏书阁翻了几本典籍，通篇都是神族如何辉煌，其他种族如何卑贱，却对修炼中真正重要的神魂与灵力的平衡之道只字不提。这样的知识不学也罢。”“你胡说！”魏峰脸色一沉，立刻反驳：“我神国典籍中记载的神文共鸣术，正是调和神魂与灵力的至高法门，你连看都没看懂，也敢妄加评论？”“哦，神文共鸣术。”陈平挑眉，仿佛来了兴致，难道是通过绘制神文时的精神力波动，引导灵力按照特定频率运转？若是如此，那这法门也太落后了。他顿了顿，声音清晰地传遍全场：“神文的本质是天地规则的具象化，真正的共鸣不是刻意引导，而是让神魂融入规则本身，就像流水遇时自然分流，无需强行操控。你们执着于固定的神文图案，反而束缚了灵力的天性，这便是舍本逐末。”这番话看似简单，却直指神文术的核心弊端。
连紫渊都忍不住眼中闪过一丝惊讶。魏峰脸色涨红，强自辩解，一派胡言。我神国传承万年的术法，岂容你一个外来修士诋毁？你说我们的知识没用，那你有什么高深学问？陈平微微一笑，环视四周，学问不在于多，而在于精。比如方才我看到有学子修炼空间神通时，只会强行撕裂虚空，却不知空间折叠的诀窍，以神魂为镜，映照空间的褶皱，只需一丝灵力便可撬动百里距离，远比蛮力撕裂省力100倍。他随手捡起一根枯枝，在地上画了个简单的折叠符号，看懂这个符号，再运转神魂去感应，试试便知。一名刚才操控空间之力的学子将信将疑地按照陈平的方法尝试，不过片刻，他惊呼一声：真的！我感觉周围的空间变软了，调动起来毫不费力。这一下全场哗然，连魏峰都愣住了。那空间神通的进阶法门，连他都只是略知皮毛，陈平竟然能一语道破。哼，你只是懂得一些功法而已。魏峰立马掏出一本古籍，这是我神族先祖亲著的《天地神论》，蕴含着对大道规则的终极感悟，你一个低等世界的散修根本理解不了。陈平看了一眼，发现那所谓的天地神论自己在藏书阁看到过，于是淡淡一笑道：像这本书里说，神族当以血脉论尊卑，凡非神族者皆为蝼蚁，可天地万物皆有灵。蝼蚁尚且能撼树，血脉又能说明什么？再说这修炼篇一味强调按部就班吸收仙脉灵气，却不提如何在绝境中突破。若是离开了神国的仙脉宝地，这些学子又能有几分实力？他语速不疾不徐，每句话都精准地戳在古籍的偏颇之处。魏峰脸色涨红，指着陈平半天说不出话。你这是歪理，我神族典籍岂是你能智慧的？有本事你说出个1、2、3来，若说不通，今日定要你为亵渎先祖付出代价。紫渊眼中闪过一丝讶异，他没想到刚刚在藏书阁，陈平只是随手翻阅而已，竟然能够记住书籍中的内容，更没想到竟还能对神族典籍提出见解。于是紫渊便顺着话头道：既然魏公子有兴致，不如就让陈道友说说，正好也让我等听听不同的见解。魏峰立刻来了精神，搬出一副论战的架势。好，那我问你，《鸿蒙经》中记载神纹乃天地初开之印记，非神族血脉不能引动，你敢反驳吗？陈平笑了笑，神纹确实是天地规则的显化，但引动规则靠的是对灵力的掌控，而非血脉。我虽非神族，却也能画出压制神纹的符箓。他指尖一弹，一张破邪符凭空出现，上面符文流转，竟隐隐有刻制金色神纹的波动。陈平可是跟着神纹老祖还有镇魔都学过的，那可都是亲传。这个魏峰在陈平面前弹神纹，那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。魏峰瞳孔一缩，又问道：那万法通鉴中说修炼当循序渐进，不可越阶而求，你敢说这不对？循序渐进是基础，却非铁律。陈平摇头，当年人族始祖在绝境中顿悟，一夜从地仙突破2个大境界到天仙，难道也是按部就班？修炼如逆水行舟，有时破釜沉舟反而能另辟蹊径。他引经据典，从人族古籍到修炼实力，把魏峰提出的一个个问题驳得体无完肤。周围的学子渐渐围拢过来，听着陈平的话，不少人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。魏峰额角青筋暴起，论学时他竟完全不是对手，只能恼羞成怒，空谈误国。修炼最终看的是实力，你一个地仙境一品的废物，就算说的天花乱坠，也改变不了你弱的事实。有本事咱们比一场，看我怎么教训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族。说着，他周身金色神纹亮起，地仙境7品的气息轰然释放，显然是动了真怒。紫渊皱眉道：魏峰不得无礼。但魏峰哪里肯听，他盯着陈平，语气狠厉：怎么不敢了？刚才不是很能说吗？现在就让你知道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你的那些歪理根本不值一提。陈平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嘴角勾起一抹冷冽的弧度：比就比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
魏峰以为他要求饶，脸上露出得意的笑。若是我赢了，你就得承认，神国学府教的未必都是真理。陈平的目光扫过周围的学子，更要承认，神族修士未必比人族修士高贵。魏峰想也不想就答应，好，若是你输了，就给我跪下磕头，自扇耳光，滚出神都。陈平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，没问题。不过我这人下手没轻没重，魏公子若是伤到了，可别哭着找魏大人告状。狂妄！魏峰怒喝一声，身形一闪，金色灵力凝聚成拳，带着破风之声直扑陈平面门。扑哧！陈平眼中满是不屑，手里突然出现斩龙剑，随手就是一斩。鲜血喷溅的声响在安静的学府庭院里格外刺耳，带着温热的血珠溅落在青石板上，瞬间晕开一朵朵刺目的红。那名地仙境7品的魏峰僵在原地，瞳孔骤然收缩，死死盯着自己空荡荡的右臂。原本该连接着手臂的地方，此刻只剩下平整的伤口，断裂处的经脉还在疯狂往外涌着灵力与鲜血。剧痛如同潮水般瞬间淹没了他的神智。啊，我的手！凄厉的惨叫陡然炸响，魏峰踉跄着后退2步，另一只手死死按住伤口，脸上的高傲与嚣张瞬间被惊恐和痛苦撕碎。他看向陈平的眼神里满是难以置信的怨毒，你敢伤我？我可是神国魏大人之子，你一个低贱的人族修士，竟敢断我手臂！紫渊脸色阴沉下来，刚刚陈平的剑实在是太快了，他都没办法阻止。周围的神族学子早已吓得脸色惨白，此刻全都噤若寒蝉，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。他们自幼在神国长大，见惯了同族修士间的切磋，却从未见过如此狠厉的出手，没有半句废话，没有半分犹豫，只一剑就斩断了地仙境7品修士的手臂。那柄泛着冷光的斩龙剑明明看起来平平无奇，可方才挥剑的瞬间，他们竟没看清陈平的动作，只觉得眼前闪过一道银芒，紧接着就是鲜血飞溅。地仙境1品轻松斩掉地仙境7品的手臂，这种事情若非是亲眼所见，他们谁都不会相信的。紫渊的瞳孔也是猛缩，他一直以为陈平只是背后势力推出来的棋子，境界低微，全靠旁人撑腰才敢押解公主回来。可方才那一幕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，地仙境1品斩地仙境7品的手臂，这绝不是运气好或者武器强能解释的。那挥剑时的灵力控制、时机把握，以及那份对局势的绝对掌控力，根本不是一个寻常的仙境1品修士能拥有的。都说好了不能找后账，你们神族修士说话都跟放屁一样吗？陈平缓缓收回斩龙剑，剑身上的血迹如同活物般顺着剑门流走，瞬间恢复了雪亮的本色。而且这话说的在场所有人都满脸通红，刚刚他们可是听到了，陈平跟着魏峰说好了，即便是伤到了也不能找后账。现在魏峰竟然搬出自己身份压人，明显就是不讲信誉。陈平抬眼扫过在场的神族学生，目光所及之处，所有学生都下意识地垂下了头，不敢与他对视。方才还满脸鄙夷的少年们，此刻只觉得那道目光如同寒冰般刺骨，仿佛只要再多看一眼，就会落得和魏峰一样的下场。我神国修士讲究以理服人，你怎能动辄伤人？人群中，一个穿着青色如衫的中年修士站了出来，他是学府的导师，修为在地仙境8品，此刻脸色铁青地盯着陈平。陈道友，这里是神国学府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，还不速速赔罪，随我去见魏大人，解释清楚此事。那中年修士说道。以理服人。陈平嗤笑一声，眼神里满是嘲讽，方才你学生仗着境界高，对我百般羞辱，说我没读过书就是野蛮人，说我地仙境1品不配踏入学府，怎么不见你出来以理服人？现在他动手不成反被伤，你倒跳出来讲规矩了。他上前一步，一股无形的威压骤然散开，那导师竟被这股威压逼得后退了半步，心中惊骇不已。这股气息明明只是地仙境1品，却带着一种碾压性的霸道。
仿佛面对的不是一个低阶修士，而是一尊久居上位的强者。神国不是说内外兼修吗？陈平的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。你们读的书里没教过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没教过不仗势欺人，还是说你们神国的礼仪只针对比你们弱的人？那导师被问得哑口无言，张了张嘴，却找不到反驳的话。方才魏峰挑衅时，他确实在场，甚至心里还觉得陈平一个人族修士敢在神国学府放肆，被教训也是活该。可现在陈平用他们自己标榜的礼仪反过来质问，他竟无从辩驳。